大家好，在录制 YouTube 影片时，适时的显示订阅与分享的推广影片，能够及时的提示观众订阅你的频道，有助于增加观看的流量。今天就来分享3个 Filmora 制作订阅推广动画的方法，希望能够更简单的让新手 YouTuber 们能够快速的学会这一些技巧。以下我们就来看看在 Filmora 里面要怎么来使用这一些方便制作推广动画的一些方法。今天要介绍的 Filmora 的3个方法，第一个是使用素材库，第二个是使用标题，第3个是使用画中画，也就是 Elements。以下就先来看看如何使用素材库。Filmora 的专案里面首先就是可以透过素材库来新增动画。这个素材库也就是 Stock Media， 这里面有2个素材库，有影片的内容可以搜寻的。第一个是 Pixels 或者是 Pixabay， 这2个都有动画来让我们搜寻。就在搜寻的栏位里面输入 Subscribe 搜寻以后直接按下 Enter 让它来做搜寻。那在这边就有很多的订阅的影片可以让我们来选择。我们就选择，假设我们要使用这一个，先可以点击它看一下它的预览的状况。那假如说这个内容是我们要使用的话，我们用这个 4K 的好了，然后就直接把它拖拉到影片的上方新的一个影片的轨道里面。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来预览它的内容。这个就已经变成是一个订阅的内容。它预设呢会是一个绿幕的状况，然后同时占用了全萤幕，这个时候就要再来做一点修改。首先我做的这个动作就是把绿幕给移除掉，因此就找到上面的绿幕抠像这个按钮，就是这边所谓的 Chroma Key 这个按钮，点击以后它就自动把绿幕呢就自动给移除掉了。假如说你觉得它移除的内容还不是很清楚的话，你可以再点击这个吸管过来点击这个绿色，这样子它就会把这整个绿幕给移除掉。然后另外我们接着呢要来变更它的大小，可以在时间轴上面的项目上面装集，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个矩形的区域范围。那我们把这个范围给缩放一下，拉到你希望出现的大小。那这样子之后呢就会在这边出现推广的动画，你可以把它放到下面一点。但是你会发现直接从素材库拖拉到时间轴上面的这一个项目它里面的音效通通都消失了，它没有音效了。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解决呢？直接找到在我们素材库里面的这个影片以后，点击右键，在右键里面呢会有一个 Reveal in Explorer， 也就是显示在档案总管，它的繁体中文是显示在资源管理器。只要点击它以后，它就会把档案总管给开启起来，就可以找到下载下来这个图档。我们把它这个路径储存到剪贴簿里面，按下 Ctrl+C 把路径给储存起来，然后接着再回到 Media， 在档案这边呢再点击汇入，然后把刚刚的这个路径给 Ctrl+V 给贴进来，找到这个档，然后点击开启。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把这个档案呢开启到资料夹里面来。那这个时候再把这个档案给拖拉到时间轴，这个呢才会有音效。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下方才会有音效。把时间轴给拉大看一下，直接从素材库里面拖拉下来的下半方没有音效的音轨，但是直接用资料夹的方法新增进来的呢它才会有音效。这个时候如果来播放一下，它才会有音效可以出现。接着把绿幕给移除掉，所以再点击它，然后再点击 OK， 这样就可以了。我们来播一次看看。它的画面似乎整个变灰了，这种情况其实最好还是直接用吸管来点击一下，这样子会比较正确，就不会比较是一个灰阶的状态，而是整个跟背景比较吻合。那这个就是直接使用素材库拉的方法。Pixabay也是相同的方法，只要去做搜寻 Subscribe， 搜寻到需要的内容，假设是这一个，用同样的方法来制作就可以了。以上这个就是使用现有的素材库的方法，直接使用别人做好的影片来当做你自己的订阅推广的影片。接着使用 Filmora 的标题来制作需要的推广动画。首先就先点击 New Project 来建立一个新的专案，可以把所有的动画呢全部放在一个专案里面。接着就把需要的档案给汇入进来，就先来找一下音效档。好，我的音效是放在这个地方，在这边就有很多个不同的音效，我就把这些需要的音效给拖拉进来。那我们就汇入了3个音效档。接着我们就是要来制作要使用的标题，点击标题这个按钮，在标题的按钮里面呢来搜寻可以使用的订阅推广的动画的一个标题。好，在这边我先输入搜寻了
这个标题群一样是使用 subscribe。那它就会根据你到底有没有订阅它的 Filmstock 会来决定出现的一个内容。可以看到这每一个标题上面左上角如果有一个红色的钻石的话，这个是你必须要订阅它的一个服务，它才会显示一个新的素材可以让你直接来做下载。如果你没有 Filmstock 的订阅的话，你就只能去选择没有左边这个红色的钻石的按钮。我们随便找一个下载完以后呢，就可以来播放一下它的内容。它这边用的是这个应该是葡萄牙文的，假设我们要用这个的话，就把它给拖拉的时间轴里面再上一个好了因为等一下这下面还要放一个颜色在上面。我们再双击抓进来的这个标题的原件然后来修改一下它的内容。可以点进阶的设定，在进阶的设定里面可以做更多的设定。假如这样子好了以后，就已经做好了频道的内容了我们可以来播放看看。这个标题没有音效，所以我们要自己手动来加上音效，就可以拖动一下播放头到点击的位置，就再移回刚刚的 Media 这里找到刚刚汇入进来汇入的音效的地方。假如是这个就是点击以后跟发出声音的地方我们再来播放一遍。那这样子就有音效了那因为所有制作好的内容呢要汇出成影片，到时候我们也一样要用绿幕的方法加到实际的别的影片里面，所以要在影片的下方呢把绿幕给加上来。我们在 Media 这里选择 Sample Color， 在 Sample Color 里面呢其实就有一个绿幕的颜色我们就把它给拖拉到最底层，那这样子就会是一个完整的内容了，可以从头来播放一遍。那这样我们就制作好一个动画了，接着就可以把动画给汇出成的 MP4 的档案。那怎么汇出？其实因为现在新版的 Filmora 它已经有部分内容汇出的功能我们在这个影片这边点击，这边就会有一个 Export Selected Range 一个范围的输出。那这边呢会有一个 In 的进入点，这边是一个退出点就是开始跟结束的时间。那只要有这个内容定义好再点击 Export， 它就只汇出这一段的内容。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假设我这个叫做 Subscribe-1 好，然后我们就点击那这个内容假设都用预设值的话它是1920×1080的内容然后就点击汇出，它就会把这一段内容给直接汇出了，这样子就已经汇出成功了。我们接着就来实际的影片里面来测试看看，把这个专案给关闭我们先存档假设我这个专案就叫做 Subscribe-Sample， 接着我再点击刚刚我测试的专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刚刚制作的新的动画给汇入进来，然后我们就找汇入的地方我是汇入在这个地方，点击开启，可以看到就是刚刚已经做好的动画。假设要在后面这个地方来加入订阅的动画的话就把播放头移到这个地方，再把这个 subscribe 的给移进来。假如说不变动它的萤幕解析度然后我们把播放区域给放大，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容，就可以来播放看看了。接着应该是要先把绿幕给移除，因此来点击绿幕抠像按钮，点击好以后一样用吸管来点击一下，那这样子就是把绿幕给移除了然后再 double click 把内容给缩小。把这个我们放在正中间好，那移动一下它会有这个导引线出来，让你可以知道是在正中间的位置。好了以后我们按 OK， 这个时候再来播放一次。就可以制作出一个订阅推广的动画。假如我们希望更有变化的话事实上是可以在这边呢再透过我们上一支影片介绍的 keyframe 来做位置的变动或者是大小的变动。那所以就要先点击刚刚的动画点击好以后就可以先加入一个关键帧，就点击第一个关键帧，这个就是关键帧的位置它目前的缩放比例大小是 55.19%， 然后它位置是0。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位置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移动一下，我们希望它一开始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下面一点在这个地方，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关键帧的位置。那接着就移动一下播放头，它是显示在这个地方，接着在中间希望位置移动到右边来，就把它移动到右边来，右边一点好了，这个地
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中间就有箭头出现，表示它会从第一个关键字根的位置慢慢移动到右边的关键字根的位置。接着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一个呢移到后面了，表示是第三个位置。假如说我要把它显示在上面，所以我们就把它往上移动到这个地方，那它就会有第三个关键字出现了。好，那最后面呢，在这个最后这个地方呢，希望要把它给整个颜色变淡，慢慢让它变淡，它就会从全部不透明一直到变成 41% 的变淡的程度，然后最后就消失。我们就点击 OK。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来看一下效果。播放，让它慢慢移动一个关键帧的关系。然后移动到上面呢，慢慢消失。那这个就是标题呢，又可以跟关键帧做联动的操作。接着最后一个第三个方法就是使用画中画 Elements。那所谓的画中画跟标题有什么差别？其实是画中画已经是影片了，所以没有办法再去改它里面的那些文字的内容。但是它的操作其实基本上跟标题是一样的。刚刚建好的 Subscribe Sample 这一个，接下来使用它，把它给加到这个里面来，把内容给缩小，然后把播放头放到后面，在后面这个地方呢，我们再来搜寻，再加入画中画Elements 出现以后，再搜寻 Subscribe， 然后把需要的画中画给拖拉到时间轴里面，使用这一个把它拖拉下来，一样放在这个地方。那后面的操作其实都跟先前是一样，有了这个内容以后，再回到 Media， 在这个地方一样选择 Sample Color， 把绿幕给加上来，这个是绿幕。然后如果有音效的话，假设说我们要点击，我们看一下点击的位置，它是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红色，就一样在 Media 资料夹里面把点击的音效给放进来怕这个太长了，所以把这个音效右边把它弄短一点，然后它就继续往这边这个就是第二个音效，把它缩短一点，然后接着再往后面，在这个地方我们是第三个音效，这样子就完成了内容的制作了。可以点击一下，它从头播了这是刚刚制作的，它没有往后播因为范围还选择的所以我们按右键把这个范围给取消掉所以用这个 Cancel the Selected Range 把刚刚选择的范围给移除掉，那这样才有办法继续播后面这一段。那这个就是制作好的内容，接着刚好要把这个内容给绘出所以在点击影片以后按右键，然后选择 Export Selected Range， 然后它就会出现起气开始跟结束，然后接着再点击 Export， 然后再输入第二个，把它叫做 Subscribe to Export，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推广的动画了。透过这样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把自己很多需要的动画全部都汇总到这个专案里面来，然后到时候都做成是影片加上绿幕的一个效果，有需要使用它的影片呢，随时就可以使用它。那这个就是今天介绍这三个方法。最无脑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直接使用素材库，别人做好的影片就可以。但是如果说你希望自己再多加一些小小的变化，或是你要加上自己的一个频道的名称的话，就可以使用标题。那要不然你就是使用画中画，用已经有的 Elements 来建立你的自己的一个推广的动画。那最后可以来看一下我先前制作好的影片内容，你可以从这边再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一些不同的变化可以来使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推广动画的一个简单的做法，透过 Filmora 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做出自己想要的动画。以下请大家来看一下范例。